这场雨战让维斯塔潘成为新一代雨战大师。他不仅在这场雨战中上演极限救车名场面，还打服无数潘黑，更让英国汽联直接取消雨战。2016年 F1 巴西大奖赛雨战堪称维斯塔潘伟大生涯的起点。这一年，他刚刚升至红牛1队，并在大红牛的首秀就斩获冠军。而巴西圣保罗大奖赛已经是本赛季的倒数第2场比赛，梅奔车队凭借 W7 碾压的性能，已经锁定了车队总冠军。按年度车手总冠军的归属，依旧在梅奔的2名车手间摇摆不定。汉密尔顿积分暂时落后，这场比赛已经不容有失。比赛开始前，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梅奔车手的冠军内斗，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成为这个荷兰小将的个人秀。11月的巴西正值雨季，湿滑的赛道也让本场比赛开局就有人因为失误遗憾退场。但维斯塔潘从发车阶段就蠢蠢欲动，来回变更着线路，仿佛一个在赛道上酒后画龙的醉汉。潘子后来回忆，他是在测试赛道不同路线的抓地力，在安全车的带领下，他意识到内线是更优选择。安全车退场后，汉密尔顿一骑绝尘，毕竟老汉也是著名的雨战王者，而赶位出发也给了他良好的适应优势。而维斯塔潘离开发车段后骤然加速，直追法拉利车手提米莱科宁，并利用弯道的晚刹车点内线超车提米，一跃进入第3的位置。要知道，这时候的潘子才19岁，就凭借逆天的晚刹车技术超过了 Kimi。随着赛道的雨势逐渐减小，但恶劣的路况依旧导致索佛车队打滑上墙，安全车再次出动，再次压低了所有赛车的速度。但维斯塔潘却又一次玩起了骚操作，在维修区入口关闭前进入 P 房换胎，从而节省了大量换胎时间。安全车撤离后，维斯塔潘从第4的位置再度出发，但第3位的 Kimi 意外撞车，赛会在短时间内2次亮起红旗，将比赛进程切得稀碎。经过长时间的调整，比赛重新开始，但却毫不影响维斯塔潘的激进程度。第31圈，他屡次试图从内线超车，却都被罗斯伯格严防死守，终于在下一圈让潘子找到了机会，就有了这个维斯塔潘在3号弯的外线极限超车的风水之作，完成了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操作。And then Carlos Sainz and Daniel Ricciardo, and there's a very wide turn there by Felipe Nasser, almost making contact with Esteban Ocon. And now down the Retroposta we go. The spray behind us. Now see Max Verstappen overtaking. 而这次诡异的线路选择，正是得益于此前他对不同线路抓地力的试探。此时的他已经驾驶红牛追到汉密尔顿身后，正在此时又有赛车发生撞墙。在38圈的时候，潘子也压到了14号弯的白线打滑，上演了一个极限救车名场面。Good save right at the end not to hit the barriers, because if he'd have kept on there, he let the brakes off just at the right time to keep it out of the barrier. 维斯塔潘选择在这一阶段换上大雨胎，但却令他直接落后到第16名的位置。此时比赛也仅剩16圈，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可维斯塔潘再度像头发疯的红牛般加速狂奔，超越打滑的头哥与马格努森，1号弯再超一车，来到第13位，直到超越 Kimi。随后外线故技重施，超越博塔斯。此时的维斯塔潘如入无人之境，在赛道上一骑绝尘。虽然排名依旧不高，但圈速已经比肩第1名的汉密尔顿。超越维特尔后，潘子已经来到第5位。第68圈，维斯塔潘再度刷新最快圈速，外线加速追平佩雷兹，随即内圈晚刹车将其甩在身后。完成了连超13台车的恐怖成就，也将自己送上了巴西大奖赛的领奖台，初步奠定了自己雨战之神的地位。而这场惊心动魄的比赛，也超越了他首秀即夺冠的比赛，成为他16年最为经典的一战。这场比赛让维斯塔潘的名字与雨战紧密相连，就像 F1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雨战之王一样，他证明了在极端条件下，顶级车手的能力可以部分弥补赛车的性能差距。当雨滴落下，比赛变量急剧增加时，真正的天才便能脱颖而出。2016年的巴西正是维斯塔潘的加冕礼，他向世界宣告，一位不畏惧挑战物理定律，甚至能重新定义赛道极限的新一代雨战大师已经出场。